自从佐德成了格里菲斯的人，格斯就把他当作敌人了。但没想到这种时候要和他联手作战。格斯骑在佐德的背上，与他一起从烟云唤醒的眉心穿过。霎时，孔蒂的幻影烟消云散。孔蒂去哪儿了？此时，行过念的孔蒂像诈尸一样惊坐起，他痛苦地捂住眉心，嘴里吐着粗气。这笔账他算是记下了。孔蒂幻影消散后，都城里的雾气也都开始消散了。见状不灭的大二巴也准备跑路了，但是他那艘大船也没法容纳所有鬼兵和妖兽兵，管他呢，咱自己先逃命就行了。赶不上撤走的鬼兵就自行了断，不能让敌军抓到一只活口。大二巴慌慌张张，他想不通，这世上既然有能有伤到孔蒂的人，狂神战士只有那么牛逼吗？其他人这会儿都很关心格斯的伤势，无暇顾及率领鬼兵团静悄悄溜走的大二巴。可是他们刚到格斯和佐德坠落的附近，吉布忽然抬起的大怪头佐德吓了一跳。佐德皮糙肉厚，坠落到地上也没什么大碍，但本就超脱极限筋疲力尽的格斯状况就没那么好了。佐德质问格斯：“怎么了？你不是跟我决斗吗？你倒是站起来呀，打到死无全尸为止。做不到的话，就不要说死斗不死斗的事了。”他刚放完狠话，格斯便撑着剑站起来了。格斯是招入常人数倍的生命力，让自己人看不下去了，这太顽强了吧，居然还能站起来。格斯站起来了，佐德反而改口了，他把死斗的机会留到了下次。毕竟现在的格斯遍体鳞伤，发挥不出来完全的实力，打起来也没劲儿，不如留到下次好好的浴血奋战一场。这时一头土星子的使徒凑了上来，黑剑士不是我们的敌人吗？不过怎么说他都是贡品，怎么能放他走呢？使徒还想多说两句，但被佐德拿捏住了嘴巴和脖子。佐德训斥道：“我们是鹰的战士，是来战斗的。主人的命令是消灭库下的妖兽，而不是为了贪欲来的。任务完成，该走了。”佐德起身要走，就被格斯叫住。他问格里菲斯是不是也到这附近了。佐德反问：“你知道要能怎么样呢？难不成现在和他开打吗？如果是你是这样的话，那我现在就要除掉你。就算你战斗站不稳，我们也会全军出动，把你碎尸万段。”两边都不肯退让，最终还是塞尔比高出来打圆场。塞尔比高来到格斯面前，不是说那是牛鬼蛇神间的狗咬狗吗？格斯听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让佐德赶走得远远的。佐德走后，大家松了口气，而格斯更是一下的扑倒在地。刚才能站起来，纯粹是为了逞口舌之快。诺迪克让他们把格斯抬上船，让他好好休整一番。而巴克发现小船上竟然还有其他人存在。法尔纳塞念念不舍地看见化为废墟的城镇。今天算是走掉了，但之后这个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呢？意识模糊的格斯疲惫地抬起眼睛，朦胧间探高的城墙上有一道影子，虽然距离很远，但那人一头秀丽的长发，明艳的容颜，一下就能看出来他是谁。格斯只看了一眼，便闭上眼睛沉沉地睡去。刚才的难道是梦吗？纷争结束，欧文带兵前来查看，可这里遍地都是废墟和被砍死的战士尸首。他很奇怪，刚才那一大群怪物都去哪儿了？现在只剩下了库下兵和野兽的尸体。难道说刚才只是一场噩梦吗？战士们也恍恍惚惚激烈地讨论了一番，但什么都没看到的他们完全不知所以然。然而孔蒂因为这次失利记恨于心，他集结兵马围堵在布里达尼斯城门口，妖兽兵在这里伤亡惨重，但却开了个好头。两军对战，最终决定胜局的还是数量，除了压倒性的军力别无他法。孔蒂下令后，早就准备就绪的弓箭手们射出了漫天飞箭。面对着遮天蔽日的锋利箭矢，将士们连应对措施都没有。稍后库夏军队在巨星的带领下不断往城镇推进，很快联军便失去了防守能力，只能步步后退。昨夜的袭击造成了联军指挥系统混乱，看排兵分布，胜负已见分晓。大军交战一旦失势，就再无法改变大局了。库夏军队步步紧逼，正当准备输下联军时，突然一支长箭乘风掠过，直接射穿了领队将军的脑袋，而动手的人正是鹰之团的神射手阿巴鹰。紧接着库夏领队大将一个接着一个掉了脑袋，群龙无首，军队不得不停止进攻。库夏军队一筹莫展，莫名其妙就被打了个落花流水，战士们纷纷往河里掉。领头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欧文也很茫然，连巨兽都遭到了攻击。孔蒂猜想是那个家伙来了吗？果然半山腰处，鹰之团的旗帜飘飘，为首的格里菲斯目光淡然地巡视着一切。紧接着他拔出长剑，号令将士们出发。劳果斯率领冲锋的小队在前方打头阵，虽然数量还不如库夏军队的一个部队，但是这数百骑兵骁勇善战，在库夏大军里穿梭自如。紧随其后的佐德大手一挥，带着使徒勇往无前。施拉特再也忍不住了，他确定眼前的就是上一次见到的格里菲斯率领的鹰之团。鹰之团在库夏军队里杀出一条血路，联合军见缝插针跟了上去。格里菲斯走到队伍前方，率军包围了孔蒂可移动的行宫。士兵们见情况不对，便持战象逃跑。然而在可预见的危机来临前，战士们竟然一动不动，似乎是在害怕冲上来的军队。就这样，格里菲斯不费一兵一卒便来到了孔蒂面前。孔蒂见到光之鹰，手脚人不自觉颤抖起来。他不敢相信自己身为这个地上最大帝国的统治者竟然会害怕。格里菲斯告诉他那是本能罢了。
是身上流着魔界制血人必有的反应。格里菲斯开口，孔蒂魂儿都要被他吸走了，仿佛只要听到声音就会觉得满足。这是种极具蛊惑性的魅力，让恨不得立马臣服于他的脚下。孔蒂纠结万分，但格里菲斯没有多说，只是他伸出手。一旦孔蒂被碰到，那他就会乖乖地奉献一切。愤怒至极的孔蒂化为了雷云幻象，他要反抗。他可是酷夏帝国的大帝，是要成为地上霸王的蹂躏者。作为掠夺者的他，怎么可能被别人掠夺？佐丹要上前教训一下孔蒂，但格里菲斯就挥手制止。怒不可遏的孔蒂继续放狠话，扬言要将光之鹰烧成焦炭，还承诺不会杀掉格里菲斯，只是要趁他麻痹无法动弹的时候玷污他的美丽。格里菲斯嘲讽他不会开玩笑，最后号令一众巨人将整个行宫扛起。狂风呼啸，雷云幻影，霎时间被吹得烟消云散，露出本身的孔蒂委蹲在地，惊愕地看着一副正义使者模样的格里菲斯。没想到他竟然在一瞬间看穿了自己的秘密，而召唤来了风。这个男人真的有这么恐怖吗？在他怀疑人生的时候，格里菲斯终于开口了。他很客气地说：“可以请你撤退吗，大帝？我的刀刃伤不了你，但是在这个风势之下，你也不能发挥力量。既然双方的无计可施，不如把决战进到王都你一下如何？”见格里菲斯这么给面子，孔蒂也不推辞，正义凛然地站起来：“我们将来以最凶的布阵迎接鹰的到来。”双方商量好后，孔蒂便让酷夏军队撤退了。欧文却领导那支部队的人正是格里菲斯，他是米特兰的救国英雄白鹰。她的美丽男女通吃，只看一眼就觉得被俘获了。欧文也不得不感慨，格里菲斯真的是容貌出众，看一眼便永生难忘。在大家惊艳于格里菲斯的美艳容貌时，瓦提米奥三代大人率领军队来到现场。格里菲斯自称鹰之团是皇家直属的米特兰解放军，还宣告任何踏足米特兰国土的军队必须听从担任解放军指挥官的他的命令，不接受这个条件的人与米特兰国的一切外交将会作罢。这可把众人吓坏了。米特兰早已气息奄奄，不成气候。这波声称解放军的人到底是干什么的？这话米特兰就成个不愿意听了。他率领将士让白鹰起开。有大臣提醒瓦提米奥大人，米特兰没有解放军，而且怎么看格里菲斯都是一个骑士团的指挥官，绝不能说这样的话。但格里菲斯直言，我等是现在唯一的米特兰正规军。说完，他朝米特兰旧臣打了一声招呼。旧臣们不认白鹰的地位，并不买账。但刚才这一波战争，贵族军队并未上场，所以他们也无法反驳。所谓正规军，其基本意义是在国家面对生死存亡危机之际，誓死保卫国土和国民的军队。鹰之团不就是这样的存在吗？贵族们依旧不服，说正规军就算了，皇家直属又是什么意思？现在米特兰皇家唯一的血脉是夏洛特公主，可她现在下落不明，公主不在，又怎么谈得上皇家直属呢？格里菲斯淡漠垂下头，而后又自信地扬起头。这时，精致打扮后的夏洛特公主骑马从军队中款款而出。大臣们显然没料到夏洛特公主真会出现在这里，众人茫然片刻后，便飞步到公主面前行礼。夏洛特以米特兰公主的身份宣布，她的未婚夫鹰之团团长格里菲斯现在就是米特兰正规军的总司令。听到未婚夫和总司令两个词，一头雾水的众人更加茫然了。这变故来得也太突然了吧！